如果有一天我财富自由了，我就会……这里的省略号等待着你们来填充，勾勒出各自心中的理想生活。我相信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幻想过那样的一天。但是什么是财富自由？所谓的财富自由，指的是某个人再也不用为了满足生活必须而出售自己的时间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搞错了吧？财富自由不是钱的自由，而是时间的自由。这很可能颠覆你的认知，但你没有看错，上面这句话就是对财富自由最本质的解释。财富自由最重要的不是财富，而是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是唯一的，每个人都相同，无法凭空创造的最稀缺的资源。然而，大多数人每天的工作都是拿着最稀缺的时间换取少得可怜的金钱。明白了财富自由的定义，明白了时间的重要性，接下来才能谈赚钱的4层境界，因为这4层境界每一层都和时间有关。当你考虑要不要换工作，当你思考未来的方向，当你幻想着财富自由，如果你理解了赚钱的4层境界，你就知道该怎么选择了。1. 赚钱的4种境界。第1层境界，同一份时间出售一次，也就是所谓的打工人，比如上了1天班，那么就可以拿到对应的日薪，这相当于是卖了自己1天的时间，得到了这份钱。第2层境界，同一份时间出售2次，严格来说，这一境界的人也是打工人，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他通过工作获得了自己需要的知识、技能、资源等等，获得了自身的成长，为以后打下了基础。比如从普通员工升到了高管职位，或者能力足够以后离职创业。这里的关键在于，工作只是他的工具，通过工作他不仅获得了薪水，也产生了自己的积累。第3层境界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就是把你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。我把达到第3层境界的人称为 IP 者。如果说打工者是给老板打工，成长者是一半给自己打工，一半给老板打工，那 IP 者就完全是给自己打工了。那如何做到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呢？举几个例子。薛兆丰老师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师，以前在学校上课，但后来他在得到开设了一门叫做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的音频课，至今已卖了40万份。从央视出来的樊登老师创立了樊登读书 App， 每周通过视频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知识点，至今已有1800万用户。不管是薛兆丰还是樊登，他们所创造出的价值都是一次创造，永久收益，只要创造完成，以后所花的时间几乎为0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人都是顶级的大咖，普通人根本做不到。那我再举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例子。PPT 应该是每一个职场人士都必备的技能了，但你每天用这项技能都只是为了给客户演示，给领导演示，你有没有想过用它来赚钱？有个人叫冯祝龙，90后，通过制作 PPT 模板，连续3年获得 WPS 年度最佳设计师称号，光靠 PPT 模板就年入100万了。这还没完，这哥们又跑去开了一门 PPT 的课程，教别人怎么成为 PPT 大师，现在他已经年入1000万了。同样一个技能，你只是停留在用这个层面，但有人的想法就不一样，他会把这项技能的核心提炼出来，然后出售给更多需要的人。这就是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的例子。有人说30岁后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追求税后收入，这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只要创造完成，即使是躺着睡觉也能把钱挣了。到了第3层境界，你发现你自己的时间价值已经到顶了，同一份时间已经出售多次了，还能怎么提升？这也就是赚钱的第4层境界，用钱买别人的时间，创造了价值，然后再卖出去。我把这类人称为资本者，有2种典型的人群，老板和投资人。老板买员工的时间，创造产品或服务，然后卖出去，而投资人买的是老板的时间。所以说到底还是时间的买卖，只是到了第4层境界，时间是别人的时间。这个境界的人经常用钱买时间。你去观察就会发现，为什么老板要请助理，要有司机，要坐头等舱？因为他们觉得值啊，
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时间，所以他们考虑问题是从时间角度来考虑，而不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。他们把琐碎的事交给助理，把时间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，这是在他们眼里是划算的。还有的人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也请了代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以在车上休息，或者处理一些更重要的事。这些都是在用钱买别人的时间。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话题之前，想要请各位不要忘记订阅才知道频道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锁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带领各位一同走上财富的真正之路。2. 赚钱的3种思维。思想决定行动。我们只有拥有了正确的赚钱思维，才更可能去赚到钱。在钱越来越难赚的当下，这3种思维一定可以帮到我们。1. 价值思维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价值思维。所谓价值思维，就是凡是从我能为其他人提供什么价值出发来做事。这是一件向外求的事，绝对不能自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别人能怎么利用你。比如，你的老板需要的是你的技能价值，你的同事需要的是你的协作价值，而你的恋爱对象需要的是你的情感价值。你的价值就是别人能利用你的地方。你的老板通过你得到了他想要的业务结果，你的同事通过你得到了更高效的工作成果，你的恋爱对象通过你得到了陪伴和情感满足。这些才是别人眼中的你的价值。而一旦你没有了自己的价值，就很有可能变成大家眼中的透明人。这种情况下，赚钱无从谈起，工作和生活也不会舒心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只待在价值的表面，这里面大致可以分为3层。第一层，把想法用行动做出结果和成绩，从而带来经济利益。这个是最直接的价值思维，也是大部分职场人所在的这一层，通过付出劳动赚到钱。第2层，把一件普通的事情做出更大的结果，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，满足他人需求背后的期待。怎么理解？就是把一件普通的事情做过头。比如，老板交代你做一个表格，那么你要去进一步询问老板，为什么要做这个表？这个表是给谁用的？这些人为什么会需要这个表？制作表格完成之后还要去跟进哪些事情？这个就叫做满足他人背后的期待。做到这一层，其实已经提升了价值思维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委屈。我们做出了结果，满足了他人的期待，那么我们自己呢？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满足了自己的动机和期待？我们的优势被提取出来了吗？这就有了第3层价值思维。第3层，在提升价值、满足他人期待的同时，也满足自己的动机，同时修炼出自己的专长。这一层是价值思维的最高层级，在满足他人期待的同时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需求和动机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在这过程中提炼出自己的优势和闪光点，多去思考你在给别人提供价值的过程中，你跟其他人相比，你的差异性优势在哪里？也就是反思你哪里比别人做得好，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只有真正将自我优势提取出来之后，才会找到自己的差异化优势点。要学会看到自己的优势，并持续地修炼成你的核心武器。2. 变现思维。了解过价值思维，我们再来聊变现思维。价值是变现的前提，没有价值的人，变现根本无从谈起。比如，我们工作的薪资，就是我们用自己工作的价值进行的变现。在此过程中，要注意一件事，把价值固定下来。浮动的价值只能给你带来一时的收益，例如一些外包工作，别人可能临时托你剪辑一段视频，并向你支付报酬。但这是不可持续的，有了上顿没下顿。这个时候，你就需要把你的价值固定化，例如通过某些平台持续获得别人的订单。订单稳定后，你甚至可能招人建团队，变现就更加有把握了。变现都是非常锤的事情。我们最常见的，比如宠物博主会跟宠物用品商家合作，汽车博主跟汽车用品厂商合作等等。看完以上这些，你很可能会说，
我要是有那么多粉丝，我也能赚钱。是的，但是他们也只是拿着自己的资源去变现而已。你的身上真的就没有一点点资源吗？比如，有的人创建了读书社群，规模大了之后，就跟书店、出版社合作，举办各种线下读书沙龙活动。有的人擅长交际，朋友圈范围大，涉及职业广，这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撮合交易，或者当个红娘？变现就是先要找到你有什么，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卖出去。如果这个东西是自身独有的，那就更好了。今年春节有这样一篇报道，一些上门做饭、上门喂猫的生意订单火爆。还有一个大学生利用一手好字，在街边现场写春联，一天也有30多单。当然，说这些不是为了贩卖焦虑，而是说我们真的需要更好地运用自己，拿去变现。我们可以这么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有哪些特长？谁能用到这种特长？能不能把我的特长链接给有需要的人？3. 复利思维。1990年，吴晓波参加工作，做新华社的财经记者，那个时候的月薪是70元。从1996年，吴晓波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《农民创世纪》开始，他说：“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，从今年开始，我要每年写一本书，每年买一套房。”这个计划坚持了很多年。就这样，吴晓波以非常惊人的毅力和魄力，每年写一本书，拿来的稿费，每年买一套房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中国房地产还未开始腾飞，买房并不是很难的事情。1999年的时候，他还买下了千岛湖上的一座小岛，租赁期50年，当初花了50万元，现在这座小岛的估值已达数千万元。我挺喜欢钱的，吴晓波说。如今，吴晓波是中国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，在杭州市中心的西湖办公，号称1个亿也买不动的独立经济作家。为什么要讲吴晓波的故事？因为他具有典型性，在有限的时间20年，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富持续而反复地投入到某一领域，房地产，长期坚持20年，最终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，实现财务自由。这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复利思维。这里我们不探讨如何进行房产投资，只说复利思维。先问一个问题：假设一张0.04米的普通纸张足够大，将其对折再对折，如此重复对折64次，大概会有多高？很多人想，一张纸才多厚呀？薄薄的一层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对折64次，撑死了也就几层楼那么高，10米、20米，这已经算是极限了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所谓复利思维，其本质就是每一次都不浪费。正如一张纸的对折，每一次都是把之前的结果翻倍。经济学家用一个公式表达复利效应：1+2。2代表你正在做的事， n 代表时间。你的每一次成果都是下一次进化的基础。当2为正时，例如你每天坚持看半个小时书，也许1天2天，你和别人的差别无法显现出来，但30-40年之后，差异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再例如，你每天坚持跑步半小时，也许1天2天，你的身体并没有变得多么强壮，30-40年之后，和你同龄的人，有的人也许已经不在了，有的人疲弱不堪，但你还是能一餐吃3碗饭，一口气上6楼不用喘。只要2为正，即你在做正确的事，时间就会为你带来奇迹。当然，这并不是鼓励大家一根筋走到底。在这其中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做正确的事。比如职业前景暗淡，那就应该考虑换个职业，行业发展走下坡路，可能就需要换个行业。前几年有一个流行词汇斜杠青年，还有对于通才的追捧。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谁好谁坏，我们只说背后的公式。那些厉害的通才都是在一个领域钻研到很深的地步才去横向拓展的，并不是浅尝即止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厉害的通才是这样的：1+2加1+2加，而随意换行的人是这样的：1+2加1+2加1+2加。复利最重要的就是之前的积累不浪费。3. 试着去解决更贵的问题。从去年开始，
很多人都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，钱也越来越难赚了。是人们不愿意花钱了吗？刘润说，人们不是不愿意花钱了，人们只是不愿意为不值得的东西花钱了。他建议说，要去尝试解决3种问题：解决更贵的问题，解决麻烦的问题，解决有价值的问题。一、解决更贵的问题。所谓更贵的问题，不是你的产品价格贵，而是产品价值贵。而产品价值贵，就能带来更好的利润。比如同样一支青瓷莲花罐，你解决收纳茶叶的需求，作为茶叶罐售卖时只卖29元。但当你解决精神寄托，当作宠物骨灰盒，主人最后的宠爱售卖，就能成为卖258元还不打折的爱的容器。这里的产品没有变，但它解决的问题变了，它的价值就变了，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。相比于收纳茶叶的茶叶罐，精神寄托就是一个更贵的问题。2、解决麻烦的问题。所有的机会都藏在麻烦背后。麻烦说明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，时间、金钱、资源。麻烦的背后意味着潜在的市场需求，说明这个需求值得被解决。罗振宇讲过一个事，在香港有一种治疗跌打损伤的老牌药油，这个药油的疗效是被验证过的，但是销量却一直不如人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药油是液态的，使用时用量很难控制，要么多了，要么少了。如果不小心洒在衣服上，还会留下难以清洗的污渍。同时，因为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药，难闻的气味非常浓烈，涂在身上，走到哪儿都散发一种难闻的气味。不少年轻人即便知道疗效不错，也宁愿忍受疼痛而不愿意涂抹。外地的游客虽然想购买带走，但飞机上也绝对禁止携带这种气味难闻的药。而厂商觉得产品做好不就行了，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，药油嘛，有点味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一家日本公司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开发出了一款软膏式的药油产品，外表似唇膏，只是由原来的液态转为了固态。你想要使用时，只要轻轻拧开管套，涂抹损伤处，出差也能装在行李箱里，再也不用担心它洒出来了。而且固态油的挥发性远低于液态油，大大降低了难闻的气味，使得用户更加易于接受。产品一经推出，市场销量就很大，很多女性也开始使用这种药油软膏。所以当你埋头苦心做产品，讲述自己的产品多么好，用户却不买单时，你不妨仔细复盘一下，有哪些小麻烦是你没有看见的。用户的需求、痛点、痒点、爽点，你真的找对了吗？千万不要自嗨，也不要畏惧困难和麻烦。看见困难，你应该立刻两眼放光，要兴奋，千万不能退缩。机会总是藏在麻烦背后。3、解决有价值的问题。什么叫有价值的问题？做那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，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，做那些背负更大社会责任的事。比如胖东来超市。胖东来是中国零售业神一般的存在，因此我特意来到胖东来时代广场朝圣学习，这是雷军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话。胖东来是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其他企业的不足，这是马云对胖东来的定位。疫情期间，当人们被几十、上百元一个的大白菜刷屏时，胖东来超市宣布，在疫情期间所有蔬菜按进价销售，绝不加1分利润。白萝卜一斤只卖 0.4 元，冬瓜一斤 0.9 元，南瓜一斤 0.9 元。除了为顾客提供超乎想象的服务，他还为快递小哥提供免费的1日3餐。举几个例子来说，顾客在店完成完抓娃娃机，甚至可以跟工作人员说最想抓哪个玩具，工作人员就会把娃娃摆成最好抓的样子让顾客抓。在胖东来遇到了不满意的服务，打投诉电话还可以领到500块钱奖金，因为胖东来认为投诉是在帮他们改进服务。对于内部职工，胖东来同样做到极致。加班罚钱，周二闭店休息，一年高达140天的休假，一天工作7至8小时，非工作时间不允许接工作电话，把利润的 90% 分给员工。以上这些可都是非常吃亏的事情，
也是其他很多超市不愿意去做的事情。甜玉米差价大，给顾客退款，这已经算了尽了本分。但是胖东来居然要从2018年开始退款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这笔账要算清楚，该有多麻烦啊！但是胖东来就是这么做了，他们认为这么做是有价值的。胖东来做了这么多，导致了什么结果呢？据说胖东来所在之地方圆1公里没有商店，一到周末人多到整条街都封路，大家就认准了胖东来。许昌新乡的网友说，我妈说没有胖东来的地方就算远嫁。河南之外的网友说，第一次因为一个超市羡慕一个城市的人民。还有很多网友酸味十足地说，给胖东来差评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捋一捋思路。正如我们所探讨的，赚钱可以分为4个层次。首先是一份时间，卖一次，这是最基础的层次，直接用时间换取金钱。接着是一份时间，卖2次，这涉及到复用你的努力和时间。然后是一份时间，卖多次，这通常涉及到创造持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。最后是用钱买别人的时间，变成价值再卖出去，这是通过资本和团队运作实现价值的最大化。为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，我们需要培养3种思维：价值思维、变现思维和复利思维。价值思维让我们专注于创造和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变现思维帮助我们将价值转化为收益，复利思维则是关于如何让这些收益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回报。在当前赚钱越来越难的环境中，我们要勇于尝试解决3种问题。解决更贵的问题，意味着提供更高价值和更专业的服务；解决麻烦的问题，指的是那些大多数人不愿意或无法解决的问题；解决有价值的问题，则是关于创造长远价值和影响力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不仅能在财务上取得成功，还能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满足和成就感。让我们始终铭记，真正的财富不仅在于金钱的积累，更在于我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来创造价值、解决问题，并最终实现自我超越。关注我，我是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